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研究生毕业后，我顺利入职全国顶尖的江氏集团，和我一起入职的还有我的女朋友。但没想到还不到1个礼拜，他就勾搭上了一直欺压我的直属领导江峰。和你在一起，我看不到未来，我已经受够你的穷酸味了。我摸了摸口袋里在拍卖会买来本想和他求婚的9克拉钻戒，淡淡应声好。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研究生毕业后，我顺利入职全国顶尖的江氏集团，和我一起入职的还有我的女朋友林潇潇。林潇潇是我同大学的学妹，按理来说江氏就连实习生都只招研究生学历，但我早就和 HR 打过招呼，告诉他潇潇是我的女朋友。凭着江氏集团董事长儿子的身份， HR 当然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大学的时候，为了贯彻我爸多次嘱咐的低调做人，我从来没有透露我家里是做什么的，加上平时生活节俭，甚至评选贫困生的时候，班长还来问我要不要参加。现在入职江氏，我更没打算说出我的身份，我想先靠自己做出点成绩给爸妈看看。我和潇潇被分到同一组里，见到直属领导的第一面，我就暗暗大喊不妙。直属领导是我大学同学陈浩，读大学的时候，他喜欢的女生追求我整整4年，所以他一直看我不爽，明里暗里给我使绊子。果然，刚一上班，陈浩就疯狂挑我的刺。他穿着巴黎世家的衣服和 Gucci 的鞋，一上来就给全组女生送了一整套香奈儿口红当作见面礼。一点小小的见面礼不足挂齿，以后你们要是努力工作，我还会给你们更多的奖励的。我看着身边的女生笑开了花。陈组长大气啊，这口红我一直想要的，谢谢陈组长。陈组长，您还缺女朋友吗？我下意识看向潇潇，她也爱不释手的拿着手里的口红套装，翻来覆去的看。我随着她的目光在口红套装上停留了几秒，好看是好看，却不是正品。说句实话，我虽然不爱穿大牌，都是穿一些设计师服装，但从小的耳濡目染和日积月累，我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虽然仿得很像，却逃不过我的眼睛。他身上的巴黎世家、Gucci， 还有分发给大家的香奈，无一例外都是假货。陈浩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他从上到下来来回回打量了我几遍，脸上的鄙夷犹如实质。哟，这不是老同学吗？怎么还在穿这种破破烂烂的衣服啊？我那里有几件不要的大牌，明天拿给你穿吧。除了潇潇，其他几个女同事的目光也扫了过来，憋着笑意讥讽地看着我。不用了，我就喜欢这件衣服。我神情自若，他这件衣服连我家司机都有好几件，奢侈品我家有的是，只不过身上这件衣服是潇潇送给我的入职礼物。我安抚地看了一眼露出担心表情的潇潇，似乎是我的从容让陈浩觉得无趣。他冷哼一声，穷酸。因为潇潇是本科生，所以人事并没有把我们安排到一个部门。下班的时候，我准备下楼去他的工位找他一起下班，没想到还没下楼，我就听见楼道里传来陈浩的声音。更让我震惊的是，当我侧身往楼下看去，却看到他对面站着的居然是我女朋友林潇潇。潇潇啊，今天那个口红你还喜欢吧？我看你和江峰关系好像不一般啊。他那个人我知道，舍不得送女朋友什么好东西的。陈浩的手不老实地攀上潇潇的肩膀，
他侧身躲过，往后退了一步。没有，江峰他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也很好。今天大家都很感谢陈组长送给大家的口红。听着林潇潇的回答，我心里的得意油然而生。我们俩谈了3年恋爱，感情情比金坚，怎么可能会轻易被一个外人影响？每年的节日、生日、纪念日，我都会找大牌设计师亲自设计定制，让潇潇的礼物独一无二。更何况我们已经准备谈婚论嫁，明天我就要去火车站接他的家里人。可是正当我笑容满面准备下楼的时候，陈浩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都是顺便，是我为了送给你的噱头。潇潇，这个爱马仕的包包是我特意买的，就当送你的入职礼物。林潇潇慌乱地摆着手，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潇潇，这包对于江峰来说可能很贵重，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个普通日用品而已。以前你在上学不要紧，但江氏可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你拿着这个包，别人也不敢看不起你，你说是不是？这可是……潇潇话里话外满是犹豫，但我也不怪他。工作同事就像社会的小缩影，他刚入职，有些顾虑也很正常。我应该多准备点礼物给他，也是时候该告诉潇潇我的真实身份。哎呀，你就别推辞了，我们以后是同事，也可以做好朋友，好朋友之间送个礼物很正常的。要是你真不好意思，等以后在江氏赚到钱，再回给我一个就行。陈浩强硬地把包包往潇潇怀里塞，但我没想到潇潇居然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好，那就谢谢陈组长了，等我赚到钱，第一个就回赠礼物给您。看着他们俩甚至开始交换私人联系方式，我快步走下楼。潇潇，林潇潇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神色不太自然地往陈浩的方向瞥了一眼，右手不自觉地把包包藏在了身后，把亮着的手机屏幕摁暗。我眼色一沉，这是想瞒着我？陈浩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林潇潇一眼，我就先走了。潇潇，有什么困难随时联系我。看着我沉下脸色，林潇潇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过来拉我的衣角。江峰，你别误会，是陈浩找我有点事。我的视线瞥到他另一只手拿着的包包，他神色尴尬。这个是陈组长塞给我的，我本来也不想收的。见我不说话，林潇潇的眼泪瞬间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江峰，对不起，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没收到过这么贵的包包，所以我就情不自禁地收下了。我下次不会这样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看着他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心下一软，忍不住抬手给他擦了擦眼泪。好了好了，我没生气，你别哭了好不好？林潇潇破涕为笑，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又笑逐颜开地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这个包真的很好看，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一直很喜欢。我看着他眼睛放光地盯着手里的包包，心里不由得产生愧疚。那些送给他的设计师礼物，虽然我觉得我用心对待，可是站在他的角度，他可能都觉得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我反省了自己，打算回家就和专柜多订几个包包送给潇潇。对了，明天你爸妈是不是要来？我下了班就直接去接他们。我揽着潇潇的肩膀往外走，他脚步慢下来，吞吞吐吐的，不敢看我的眼睛。江峰，我爸妈比较现实，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去租辆车比较好。我摸摸他的头笑了笑，谈结婚的事情看物质条件
也很正常。我在心里打定主意，那明天我下班回家，去车库开辆车，再去接他爸妈。第二天下班，我看了看时间，正打算和潇潇打个招呼，说我先回去开车，让他在公司等我一会。没想到又在潇潇的身边看到了陈浩。哟，老同学，听潇潇说你要去接他爸妈，不用去租车。看在潇潇的面子上，我开我的宝马送你们去吧。我刚想拒绝，就听到潇潇柔声细语应答：好，那就麻烦陈组长了。陈浩有意无意地亮出他的车钥匙，得意地看了我一眼，脸上也扬起笑容，拍了拍潇潇的背：潇潇，你也别怪江峰现在没车，他刚出来奋斗，家里又没办法提供支持，这也是很正常的。你下次要去哪里不方便，直接打电话找我就行，我很乐意为美女效劳。潇潇娇羞地点点头：好，那以后还要麻烦陈组长了。我刚想说点什么，却被林潇潇嫌弃地拉到一边。她皱起眉头，刚刚脸上的笑容尽数消失。好了，江峰，你别吃飞醋，你自己没车，我能怎么办呢？人家陈浩也是好心，你就别对他有那么多偏见了。没等我开口，他就拉着我走到陈浩跟前，笑开了花：陈组长，我们走吧。林潇潇的爸妈拿着大包小包，带着他弟弟大辣辣地坐到了陈浩车上。小胖子林耀祖新奇地摸来摸去：姐夫，你这车真不错啊，我倒是想做你姐夫，可惜晚了一步，他才是你姐夫。陈浩笑哈哈地朝我的方向努努嘴：啊，就这个穷鬼吗？林耀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歪着嘴笑：你该不会连车都没有吧？林潇潇的妈妈也皱起眉头盯着我：你是我们家潇潇的男朋友啊？我家潇潇从小就优秀又漂亮，追她的人可是一大把，怎么就选了你呢？我先告诉你我们家的要求啊，3金得我亲自去挑，彩礼88万8，放在我这替他保管，有房有车，这也是基本条件。陈浩笑呵呵地接话：阿姨，我怎么觉得这些条件我都符合呢？你不如选我做你女婿。林潇潇的妈妈被哄得笑开了花，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嘴角又拉了下来。她拉着林潇潇的手，苦口婆心：潇潇啊，妈妈劝你找男人还是要多看看物质条件。你说结婚之后没车没房你怎么过？我是本地的，车和房我家都有的，我不愿意让林潇潇为难，忍不住开口：好了，江峰，你没必要骗我爸妈，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从来没和我说过你家有房有车啊。林潇潇蹙起眉头否定我的话。林潇潇妈妈得意地哼了哼，面带不屑：你看看，现在就这么爱面子，爱面子也算能理解，但说谎可是人品败坏。对对对，可不能要品德有问题的人。我是小江的直系领导，阿姨，我帮您看着他。没想到小陈你年纪轻轻那么厉害啊！林潇潇妈妈和陈浩一唱一和，我想说句话都插不进去。陈浩把林潇潇一家送回了林潇潇租的房子家。我本来想留下谈谈结婚的事情，却被一把推了出去。小江，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等我们安顿下来再说。说着，林潇潇的妈妈拉着陈浩转身进了客厅。小陈要喝点什么？果汁还是牛奶？我让潇潇给你倒。我无可奈何地远远看了一眼忙前忙后的林潇潇，她却忙着给陈浩倒饮料，没注意到我。第二天周六，我兴高采烈地带着存着88万8的银行卡，开车去找林潇潇，想让他的家人看到我想娶她的诚意，却看到他挽着陈浩的手，甜甜蜜蜜，如胶似漆。
像一对在一起多年的情侣。他们从林潇潇的出租屋一起走出来，林潇潇崇拜地看着陈浩，连个眼风都没甩给一旁的我。直到快要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才看到我。不解释一下吗？我冷眼看着他们的手食指交握在一起，林潇潇神色虽然有些不自然，但更多的是艳足和得意。他皱起眉头，江峰，和你在一起我看不到未来，我已经受够你的穷酸味了，我们分手吧。我现在已经和陈浩在一起了，你以后就别来纠缠我了。他把头靠在陈浩的肩膀上蹭了蹭，我摸了摸口袋里在拍卖会买来本想和他求婚的9克拉钻戒，淡淡应声好。本来还打算补偿给他的，我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的钻戒。跟着一起从楼上下来的还有林潇潇的妈妈。我告诉你，我们潇潇和陈浩在昨天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别想来挽回我们潇潇。人家陈浩说了，以后在工作、房子、车子上都能帮衬我们家耀祖，你可千万别不识好歹，缠着我们家潇潇，听见没？我挑了挑眉，在一起3年我都舍不得碰林潇潇一下，想着留到结婚的时候，没想到他轻易就给了陈浩。光是看到陈浩表面上的光鲜，他们一家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去，道德脸面都不要了，还过来跟我大肆炫耀。我深深地看了林潇潇一眼，我想不到在一起3年，从不和我吵架，甚至从不红脸的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就因为我看起来没钱吗？可是物质上我从来没亏待过他，出去吃饭、娱乐、旅行的开销都是我付，礼物也从来没比别人少过。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看你穿的衣服都是没什么大 logo 的奢侈品，还以为你是什么隐藏的富二代呢，没想到真的是个穷酸鬼，往我装了这么多年，浪费我的青春。好在陈浩告诉我，你从大学开始就是这个穷酸样，听说还差点申请了贫困生，我真是看走了眼，看你人模狗样，还一直以为是个有钱人。原来如此，原来3年的爱和温柔都是他装的。我不再留恋，转身就走。失恋归失恋，工作还得继续。我爸看我心情不好，批准我请假2天，可我不想搞特殊，周一还是准时准点来到了公司。工作到一半，陈浩突然把我叫了过去，江峰，这个项目你来跟，上面说让我多给新人机会，你来负责吧。我狐疑地看着陈浩，同期新进来的同事不止我一个，以我和陈浩的关系，他应该最后一个才会考虑我才对。陈浩把资料拍到我面前，翘起2郎腿看着我，话里话外充满着幸灾乐祸。我为了和上面拿到这个项目，可是费了不少口舌和力气，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给了你，你可要好好珍惜啊！要是搞砸了，呵呵，我估计你就该卷铺盖滚蛋了。原来如此，想靠我拿不下这个大项目的理由让我滚蛋。我翻看着陈浩递过来的资料，听他在旁边不怀好意的絮絮叨叨。这家公司虽然是新成立的公司，但听说背后的女魔头董事长对合作方的要求特别严格，这么好的历练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啊！这次的大客户要是能成功签下，奖金可不少。我看着公司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悉？这不是我姐自立门户创业建立的公司吗？我姐就是那个要求严格的女魔头董事长。我想到在家里总是抱着手机看猫猫狗狗和沙雕视频傻笑个不停的老姐，没忍住笑出了声。我收起笑容，从容淡定地点了点头。好，这个项目方案我来做，
陈浩有点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似乎有点失望，没看到我惊慌失措的表情。行，这项目到时候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我拿着资料，打算回工位上详细的再看一遍。我还没走远，就听到陈浩和上来找他对接工作的林潇潇贬低我。那么大的项目我交给他，他还装作一副从容的样子。他就装吧，我看啊，这个项目做完，他就得滚出这个公司。那肯定的呀，林潇潇连忙附和道。我头也没回，懒得搭理他们。等我做出成绩，就知道谁才是小丑。我没有因为甲方是我姐的公司就消极怠工，反而因为想让我姐和江氏都能从这次的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而更加努力。哼，这家董事长出了名的难搞，这次的项目他还要亲自操刀。我看这次啊，江峰惨喽，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罪了陈浩，刚来没几天就被穿小鞋。好像是因为林潇潇，旁边的同事或八卦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没人愿意冒着得罪陈浩的风险来帮我，我只能自己一趟又一趟自己往甲方公司跑。如果是普通员工，哪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做一个地狱难度，还可能会导致自己失业的项目。但好在我不是普通员工，也好在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姐。你这方案做得不错，明天我就去你们公司把合同签了，给你长长脸。这次我就听说要和咱们家集团合作，特意亲自负责，没想到居然是小峰你来负责那边啊。明天走个过场，你在会上讲述一下你的方案就行。到时候我立马和你签合同，应该算你的业绩吧。别忘了请你姐吃饭。我姐翻来覆去的看着我熬夜做出来的方案，赞不绝口。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那边看了你的方案，然后答应和我们做这个项目，这怎么可能？陈浩不可思议地看着电脑上我姐发来的会议通知，握着鼠标的手都在颤抖。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你把你的方案拿来给我看看，然后明天下午的讲解你做一份 PPT 给我，今天晚上之前发到我邮箱里，我替你把关。他不放心的嘱咐，眼里射出贪婪的金光。你可得好好写啊，这项目的奖金可是很丰厚的，可不能让咱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你说是不是？我记得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在负责吧？这是想抢我的功劳，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我把第一版的方案发给了陈浩，就请假提前下班了。批假的人可不归他管。第二天下午，我直接和我姐一起出发，来到了江市。我看着不远处满面怒容的陈浩，气冲冲地向我走过来，却又在看到我姐就是甲方董事长的那一刻，把想骂我的话吞回了肚子里，换上一副笑脸。当会议里我姐示意我上台讲解的时候，陈浩抢先我一步走了上去。这个项目是我派江峰去做的，所以方案也由我来为各位讲解。陈浩估计昨天晚上做足了准备，所以讲的还算不错。但我给他的第一份方案后面被我完全推翻重写过。第一份方案完完全全就是一份浮于表面的草稿方案，这样的方案讲得再好，又怎么可能让甲方满意？果然，我姐带来的几个股东和高层脸色越来越难看。这就是贵集团的方案，我们江董来之前可是把你们的方案夸得天花乱坠，我们对你们的期待可是很高的。如果贵集团的方案就是这个水平，那不好意思，我们公司恐怕没办法合作。几个股东毫不客气开口，
对着陈浩就是一阵批评。我姐板着脸，我记得之前小江和我说的方案不是这样的，而且之前所有的业务都是小江在对接，怎么又换了个讲解？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我没办法放心啊。说着又假装不太熟悉的在人群中找我。小江呢？让小江上来讲。我举手示意，整理了下西装，直接走上台脱稿介绍我的方案。这个方案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看着我在台上侃侃而谈，股东和高层的脸色才慢慢转好，眼里流露出对我的赞赏。我们公司的领导也频频点头，看起来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只有陈浩和林潇潇在下面坐立不安，恶狠狠地看着台上的我。这才是我主意的方案，这才是江氏集团应该有的水平。我姐一边鼓掌，一边给予我高评价。我看着我们集团领导的脸色也变得放松下来。不过那个陈浩是怎么进贵公司的？一直和我们对接的是小江。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没见过这个小陈，谁知道他突然冒出来讲解方案，抢功的吃相太难看。我姐皱着眉头，刚围上来的陈浩和林潇潇面色顿时尴尬起来。我们会处理这件事情的，您放心。不过小江方案做的是真好，我很看好他。我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偷偷向我眨了眨眼睛。我姐作为大客户发话，直接惊动了更上一级的领导，不仅让我一个人拿了丰厚的项目奖金，还直接把我提拔到了陈浩上面。而陈浩也被领导警告，受了处分。他妄图想抢走我功劳的事情，也被八卦的同事反复说道。林潇潇和陈浩那点事也瞒不住，几天之间传遍了公司。就连我爸都来问我，所有人对他们避之不及，不仅是因为大家对陈浩抢功的恶劣行为感到厌恶，还因为嫌弃他们低下的人品。而因为我拿了奖金，按照公司习俗，我叫了大客户、我姐还有整个部门的人一起聚餐，也没有特意避开陈浩，因为我姐爱吃。我把地点直接定在了江氏集团旗下的酒店，刚好大家也能敞开了吃。但我没想到陈浩还会带着林潇潇一起来。林潇潇盛装打扮了一番，不可否认的是，她确实漂亮，脸蛋青春娇美，但浑身上下的假奢侈品和巨大的 logo 把她原本的清纯气质全部压了下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我眼尖的看出来，他手上拎着的就是那天陈浩送他的爱马仕包包。我带潇潇一起来，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我想江峰应该不会介意的，对吧？我无视那些看热闹的眼神，淡淡地点了个头，就开始点菜。因为是自家酒店，加上这次项目同部门的同事也出力不少，我大手一挥，点了不少价格不菲的菜色，还直接让饭店上了最好的酒。众人惊讶地看着一道比一道贵的菜，还有一瓶价格几乎可以抵我们1个月工资的昂贵酒水，面面相觑。我也没在意众人探究的目光，只是热情地让大家吃好喝好。我说江峰，你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待会买单该不会还得我来买吧？陈浩拿着筷子皱着眉头，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挑衅地看向我。林潇潇小鸟依人般地坐在他旁边，帮他夹菜盛汤包虾，就差亲自把饭菜喂到他嘴里去。他一边给陈浩夹了一块鹅肝，一边不屑地嗤笑：就是啊，就你这穷酸样，刚发下来的那点奖金能够付这顿的饭钱吗？有点钱就全花掉，活该你一辈子穷，一辈子是低等人。装阔也要动动脑子吧，待会别让我家陈浩给你擦屁股买单，
他把包好的虾仁喂进陈浩的嘴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不过也是，江氏这么高档的餐厅，你一辈子第一次来吧？为了在我和陈浩挣点可怜的面子，我真同情你。我心下觉得好笑，这家餐厅几乎是我和我姐从小到大的食堂。刚想开口嘲讽，就听到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是我姐。不好意思大家，我有点事情耽误了，来晚了我自罚3杯。我姐豪气地端起我的杯子，连喝3杯，顺势坐在了我身边。同事们也纷纷开始说起好话。江董这说的是什么话？等您是我们的福气。是啊是啊，这次合作的这么愉快，江董公司下次有业务也多考虑考虑我们。江董今天好像比之前更年轻漂亮了，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啊？同事们七嘴八舌，注意力很快就从陈浩、林潇潇转移到我姐身上。陈浩就着林潇潇递过来的纸巾擦了擦嘴，自以为很帅地摸了摸下巴。江董有没有男朋友啊？没有的话我介绍介绍，我身边的兄弟都很不错的。饭桌上顿时一片寂静，陈浩似乎没感觉到尴尬的气氛，自顾自地往下说：我爸本来也想让我去继承家业的，但我想先自己出来奋斗。听说江董您是白手起家，我想我们肯定有很多共同话题。陈浩喋喋不休地炫耀着自己从小到大的有钱人生活，又暗戳戳地展示自己和林潇潇身上的大牌。江董，我看你全身上下好像都不是大牌的衣服，你是更喜欢小众一点的牌子吗？我前几天给我女朋友买的这个爱马仕包包，我就觉得还不错。如果江董喜欢，我也可以给您订一个。林潇潇顿时挺直了腰板，把包包放在双腿上面。我姐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这个包包是挺不错的，是吧？我经常买这个牌子的包包，他们店里的柜姐就差把我当祖宗了。每次去店里都拥在我旁边，让我看新款。说着，又暗戳戳鄙夷地瞥了我一眼。我买这些真的没什么负担，不过某人就不一样了，请客吃饭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姐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笑眯眯地直戳陈浩心哦。那看来你这个祖宗不太受人尊敬啊。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给你个假包吧？我看巴黎世家、Gucci 还有香奈儿这几家恐怕也不太待见你吧？不然怎么你身上的衣服、鞋子、配饰没有一件是真的呢？陈浩脸色猛然一变，却碍于我姐的面子，敢怒不敢言，只得支支吾吾道：我这包是专柜买的啊，可能是专柜的人给我换了货。或者是江董您没太看清楚，旁边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这餐厅附近就有爱马仕，还有 Gucci、香奈儿专柜。陈组长要是不相信江董，咱们一起去验验货，不就知道了？对呀对呀，让人家柜姐验一下，我们都能知道是真是假。我看不像真的，要不然怎么不敢去验货呢？林潇潇前天还和我显摆这包呢，笑死我了。你不知道他昨天那个样子，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搞得我以为他真的攀上了什么富二代呢。同事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林潇潇和陈浩的脸色一点一点变白。我爸是大老板，我是富二代，我能送假包给女朋友吗？肯定是柜姐搞错了。我们也别为难人家了，大家快吃饭吧。看着陈浩难看的脸色和飘忽的眼神，谁能看不出来真相？我忍不住笑出声。陈浩的火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眼睛里翻腾着浓重的鄙夷。你算什么东西？他激动地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讽刺道：就算我的奢侈品是假的又怎样？
轮得到你来嘲笑我？你女朋友都因为你穷眼巴巴的来勾搭我了，你还在这里装什么清高呢？我告诉你，我有豪车豪宅，你有什么？连个女人你都留不住。我勾勾手指头就上赶着讨好我，没钱就乖乖认命吧，你就是个失败者。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挑眉道：谁跟你说我没钱的？我姐也表情愠怒，抱着双臂：陈浩，你所说的豪宅是郊区柴房改造的那间小出租屋吧？你所说的豪车应该也是在江氏旗下的租车公司租赁的吧？我没记错的话，你还贪便宜用了员工优惠呢。这些开销花下来，我想你这个高等人的形象维持起来挺吃力的吧？此言一出，陈浩刚准备摔筷子的手顿时僵住，下意识地反问：你怎么知道？林潇潇尖声惊叫，涨红脸瞪着我姐，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她，质问陈浩：这怎么可能呢？陈浩，你快否认啊！一定是这个贱女人在故意诋毁你，对不对？我姐面色不愉地看着林潇潇：诋毁你？你在江氏集团工作，我是江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而刚刚被你抛弃的江峰是我弟弟，你觉得我还有必要诋毁你吗？我姐的话音刚落，大家震惊的目光都不约而同聚集在我和我姐身上。我姐恨铁不成钢地点了点我的头：你呀，就是性格太好，不过没关系，我们江氏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这些杂碎姐姐明天就帮你清理了。一旦激起千层浪，所有人目瞪口呆，艳羡地看着我，也不是有意要瞒着各位的，主要是我姐自己出去单干做得那么好，我也想靠自己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嘛。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陈浩的整张脸极度到扭曲起来，脸上的表情复杂到我难以形容，愤怒、惊愕、悔恨。林潇潇也不敢置信地瞪着我，仿佛刚被雷劈过，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我和他谈恋爱3年，他怎么可能是江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他……林潇潇似乎被抽走了灵魂，瘫坐在椅子上，抓着自己的头发碎碎念，眼神里满是悔恨和难以置信。我和我弟就先走了，大家吃好喝好，当我们已经买好了。我姐潇洒地甩了一下头发，和众人打了个招呼，拉着我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姐的速度很快，第2天上班的时候，林潇潇和陈浩都不见踪影，原因是败坏公司形象，做出不利于公司团结的事情。同事八卦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想看我的反应，我只是波澜不惊地点了点头。听着他们俩的事情，我的反应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对于我将来璀璨的人生来说，他们不过是我通关成功路上的小小绊脚石而已。绊脚石被清理掉，我的生活继续进行。只是林潇潇好像不这么想，在我下班的必经之路上，她都按照我喜欢的款式精心打扮，然后每天楚楚可怜地拦住我。只是再完美妆容似乎也掩饰不了她的憔悴。江峰，我和陈浩已经分手了，你原谅我好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肯定舍不得说断就断的。我知道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一时鬼迷心窍，但是这也不能全怪我啊。要是你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我们早就结婚了。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理直气壮地扒拉着我的手，不愿意放开。你作为男朋友，应该多理解理解我啊。谈婚论嫁本来就是要考虑家庭条件的，我那个时候选择陈浩也是有原因的。我没想到和我在一起3年的人，脸皮居然能厚到这个程度。好马不吃回头草。林潇潇，
我现在看着你只觉得恶心。你可以选择陈浩，但别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在知道他没钱之后又跑回来找我，这算什么？据我所知，你们连床都上了吧？现在听说我是江氏集团董事长儿子了，后悔了，晚了。林潇潇涨红了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在一起3年，你都不舍得对我说重话的，你现在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呵呵，只许自己做难看事，不许我说难听话。我不愿再和他多费口舌，但他每天都来堵我，还是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甚至在我又做了个大项目升职的那天，他拖家带口，直接在公司楼下门口等我。一看见我，他妈妈就挤出讨好的笑容，拉住我的衣角，看到我面色不愉，又挤出几滴眼泪，开始卖惨。江峰，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们。只要你愿意和潇潇和好，彩礼钱我们不要了，行不行？还以为他家林潇潇是什么香饽饽呢？你和潇潇谈了这么多年了，也得对我们潇潇负责，你说是不是？哎呦，我一个老婆子都这样说了，你还不原谅我们？你这人心肠也太硬了吧！他哭天抢地，甚至恨不得当众跪下给我道歉。我直接叫来了公司保安，亮了我的工牌，把这几个人拉进公司黑名单，下次不要让他们进来。保安当即就把林潇潇和他妈连拖带拽的拖走了。我懂。林潇潇被拖走之后，识趣的没再出现。公司其他同事偶尔八卦的时候，才会提起他和陈浩的事情。陈浩因为得罪了我，在这个行业没人愿意为了一个小员工得罪江氏，无人敢聘用他，导致他现在只能在大学做个保安。听说月薪3000，估计现在的他连奢侈品高仿都买不起，豪车也租不起了吧？林潇潇好像回了老家，听说他前几年存的钱都被他妈妈拿走，给他弟弟付房子的首付，而他也被他妈拉去和各种有钱老男人相亲，催着他赶快找一个结婚。听了他们俩的现状，我倒是不为所动。一个是贪图虚荣的拜金女，一个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的下场注定不会太好。而现在的我已经打算接手整个江氏集团，前途一片光明。他们的事情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去关心。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